但那两只鸡并不老实，在他手下蹬来蹬去的。魏无羡低头道了声：“看看蓝湛都把你们惯成什么样了，再闹，待会我就剁了你们，给蓝湛做大补汤。”那两只鸡闹得更凶了，魏无羡还要再放狠话，忽觉手腕一痛，被人拉了一下。他抬眼便见蓝忘机竟然跑了出来。蓝忘机表情凝重，瞪着他道：“你去哪了？”蓝忘机的语气很不友善，好像魏无羡犯了什么大错一样。魏无羡解释道：“我不是看你醉了，该是走不了了，所以去给你捉你的宝贝鸡儿去了。”蓝忘机一看他手上的两只鸡，立刻夺过去，抓在自己手里，道：“不给捉。”魏无羡真想靠一声，这到底是有多宝贝啊？难不成我魏无羡在蓝忘机心里，如今还不如两只鸡？看来今晚真得炖了，免得日后和自己争宠。岂料蓝忘机忽然把自己另一只手伸了过来，魏无羡不明所以。啊！蓝忘机又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将手硬是放到魏无羡的手下边去，厉声道：“捉这只。”魏无羡想啊想，莫非蓝忘机的意思是不给捉那两只鸡，要捉他这只蓝忘机？噗！魏无羡真没忍住，这什么幼稚的行为，而且还出现在蓝忘机身上，也反差的太过可爱了吧？对于他的笑，蓝忘机似乎非常不满，眼神更冷了，道：“不给在这笑。”“不是不给笑，而是不给在这里笑。”“为什么？因为人多吗？”“那岂不是可以翻译成不给魏无羡当众笑了？”哪有人这么霸道的？而这个人还是蓝忘机，那就是非常不正常了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”蓝忘机义正言辞道：“没有。”但魏无羡看他的脚，那些还是反着穿的，果然是喝醉了。喝醉的人是不能用常理解释的，态度也不能太强硬，不然就更难办了。魏无羡好言好语与他说道：“蓝湛，要不我先带你回酒家吧。”蓝忘机看看他，道了声：“好。”他却忽然扯下自己的墨额，用极快的速度把魏无羡的手腕绑在了一起，还打了无数个死结。魏无羡极其郁闷，这醉鬼又想干什么？便听蓝忘机非常认真的道：“带回去。”“啊！”魏无羡喊道：“蓝湛，你干嘛？”蓝忘机又重复了一次：“带回去。”魏无羡几乎是被蓝忘机拉着手腕拖着走的，不管他说什么，蓝忘机都不打算回答。跟个醉鬼，他是没法较劲了，他只能跟着走，反正看这路线也是回酒家的路。路上的人见状讨论起来：“这是犯了什么事被抓了吧？”魏无羡哭笑不得，看看蓝忘机行走中的侧颜，没有墨额的束缚，与平时有些不一样的感觉，但还是俊美的一塌糊涂。他是真感受到了长得一脸正气的好处啊。不过想来也是，如果不是那块腕带的不透光，打死魏无羡也不会觉得是蓝忘机偷吻的他。同样顶着酒家里其他人望过来的目光，特别是掌柜的无比怪异的眼神，魏无羡尴尬笑笑：“我朋友喝醉了，和我闹着玩呢，大家别在意，哈哈。”从由蓝忘机拖着他走，变成了他推着蓝忘机上楼，再往房间里挤。魏无羡迅速把门关上，以免这个醉鬼再跑出去。他自己被人怎么说倒是无所谓的，就怕街上万一有什么人认识蓝忘机，被人看到就不好了。或者说，如此反常的韩光俊，就给他魏无羡关起来，慢慢玩就好了。魏无羡双手被绑，只好用牙去咬那些死结。“蓝湛，你怎么绑那么紧，解不开啊？”蓝忘机又过来拉他的手，阻止他的动作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不给我解？”蓝忘机并不回答他，反而给他再添了2个结。蓝忘机手上还拿着鸡呢，那2只鸡被墨额吸引了，正想张嘴去叼抹额掉下来的尾端，魏无羡又提醒道：“哎，别打结了，蓝湛，鸡在咬了。”蓝忘机忽然大力把魏无羡的手一抓：“我的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的，我知道鸡是你的，但他们咬墨额了，你这抹额还想不想要了？”这话一出，蓝忘机似乎更生气了，把鸡往角落一丢，自己坐到床上去，偏开头不理人了。醉鬼是有些反复无常不可理喻的，但自己是哪个话刺激了蓝忘机吗？他是看蓝忘机平时很宝贝墨额才提醒他的。魏无羡脑子里有个有些不要脸的想法跳了出来，他跑过去对蓝忘机道：“蓝湛，你的指什么呀？”蓝忘机瞪他一眼，气呼呼的感觉，抿着嘴没说话。魏无羡都想捂嘴偷笑了，以前他是不会那么去想的，可是这人不是喜欢他吗？那一切都变得很好猜了，
尽管魏无羡觉得有些不要脸，但不要脸是他的专长啊，所以说起诱骗的话来也是脸不红心不跳的。他道：“蓝湛，我们来玩我问你答的游戏好不好？韩光君家规森严，不能打诳语的哦。”说到家规，蓝忘机有些呆呆的，点了点头。好。我是谁？魏婴。谁带你来这里的？魏婴。魏无羡在快速问道：“你喜欢谁？”蓝忘机张了张口，可别看他醉了，好像很呆，他可不上这个当。蓝忘机并没有出声。魏无羡不死心，在他身边左晃晃，右晃晃。蓝湛，蓝湛，说说嘛。蓝忘机用手把自己的嘴给捂了起来，就是不答。没想到这样都撬不开蓝忘机的嘴，魏无羡拿他没辙，嘴一撇：“好吧，那韩光君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？”蓝忘机抬眼，浅浅的瞳眸中似乎有许多热切的情绪，就那么盯着他看，连眨都不舍得眨。他道：“魏婴，你呢？”原来蓝忘机也会有这种表情啊！如果蓝忘机用这么热烈的目光去看姑娘，那得迷死多少人了。魏无羡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另一个很重要的事。”关于魏无羡的事，蓝忘机当然都想知道。他道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听着自己心口发出来的咚咚声响，被蛊惑了般向蓝忘机靠近过去，在他耳边道：“蓝湛，我知道百凤山吻了我的是你。”魏无羡告诉他了，一时冲动也好，气氛使然也好，总之这一刻魏无羡的这份悸动不是假的。他想，就告诉他吧，让蓝忘机卸下自己的伪装，能更坦诚地面对彼此。可蓝忘机却好似见了鬼一样，双目圆瞪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忽然推开了他，跑去角落抱起那两只鸡，蹲在房间的阴影里，背对着魏无羡，不像是生气，更像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彷徨无助的样子。又是魏无羡没见过也没想到的举动。他走过去，轻声问：“蓝湛，你怎么了？”蓝忘机的面色很沉，白皙的面容上布满了阴影处的阴霾。他艰难地开了口：“魏婴，对不起。”声音细小而微弱，连背影都显得委屈，像是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被大人发现了，正在乖乖等待惩罚。被偷袭的可是他，这偷袭的人竟然还先委屈上了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觉得对不起我？”蓝忘机自知做了错事，但是又不能跟任何人说，承认闷在心里。尽管魏无羡的语气里并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，但他自责无比，十分难受。忽然蓝忘机端端正正地跪坐起来，闭上了眼。魏无羡差点以为他要下跪道歉了，正想去扶，岂料蓝忘机竟然开始背诵起了蓝氏家规。那地狱般的文字进入到魏无羡的耳朵里，往他的脑子里钻，魏无羡就极其受不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他听到这些不可不可，就仿佛有无数个拿着雅正极的蓝启人在围着他边念边转。魏无羡打住他：“蓝湛，你对不起的是我，又不是雅正极，你念什么呀？”蓝忘机只看他一眼，便又继续。情急之下，魏无羡喊道：“我原谅你了，不用念了，别念了。”得到了原谅，蓝忘机这才停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真的？”他还抱着两只鸡，那模样太过乖巧，别说亲了魏无羡一下，就是亲了10下，魏无羡都不忍心不原谅他。魏无羡道：“真的真的。”蓝忘机长睫颤动，浅浅的眸子一直盯着地上，始终不敢抬起来，道：“魏婴，我自知不对，很不对。”魏无羡都要叹气了，他其实真没想责怪蓝忘机，虽然是把他的初吻夺走了，还把他亲的腿都软了，但他没想蓝忘机如此自责。魏无羡想起那日蓝忘机抓着他时，双手一直在发抖，他的心里应该是很害怕的，不知道当时蓝忘机耗费了多大的勇气，才敢做出这种有违他家规的事来。魏无羡想了想：“蓝湛，你要真这么过意不去，要不你让我亲回来吧？”对，只要他去亲回蓝忘机不就好了，这样他和蓝忘机就扯平了，他也可以一雪前耻。如此思维跳脱，想法清奇，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估计只有魏无羡。魏无羡盯着蓝忘机形状完美的薄唇，越想越觉得是个好办法。那日魏无羡太过震惊和紧张，其实那个吻究竟是什么滋味，他并没有好好的体会，
他真的很想看看，那些他赶都赶不走的梦境是否真的如此美妙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